不好了，出大事儿了！阿平家突然闯进一个贼头鼠脑的陌生男人。此时的阿平还在干着农活，丝毫没有注意到。然而这个人不是别人，正是他那爱喝马尿的前夫。他这次鬼鬼祟祟的，很可能是要偷偷抱走孩子，因为之前他就拜托过他母亲来阿平这里抢过孩子。好在阿平干妈及时出手制止了，要不然那天真就被阿平婆婆把孩子给抢走了。那么这次他的前夫的计谋能得逞吗？一大早，阿平和乖宝就起床了。在阿平的细心照料下，宝宝今天的烧也退了。昨天阿平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种上了蔬菜种子，趁着太阳还没有完全升起，阿平要给这片土地浇水，能让种子茁壮的成长。只见阿平拎着水壶灌满清水，缓缓走到庇护所上方的小菜地，他小心翼翼地将水一点一点浇在土壤上。未来很长的时间，如果说没有太多的收入，阿平也只能指望脚下的土地来解决自己的一日三餐。当然，眼前的一小块菜地肯定是不够用的。阿平还计划再一次的开荒一片土地，继续种植蔬菜。此时屋里的吊床轻轻晃动，宝宝正在甜甜入睡。浇完水后，阿平顺手洗了洗手脚，便回屋看了宝宝一眼。孩子睡得依旧香甜，见状他放心地拿出剩下的种子，准备再去开垦一片地，继续种植蔬菜。眼前这一块地，以前一次也没有种植过蔬菜，上面很多干枯的杂草，不仅要收拾整理正在生长的野草，还要把干枯的杂草全部点燃，清理出来场地以后才能种植。这个位置距离自己的房间比较近，阿平也不用一直的回屋查看孩子的情况，孩子不舒服哭闹的时候也可以第一时间听到。只见他一把火点燃棕榈叶，很快火苗蔓延，枯草也燃烧了起来。阿平打算用烧出来的草木灰当土地的肥料，给土地增加养分，让下一季的菜长得更壮实。熊熊火焰不断的燃烧，很快就吸引了一旁的小旺。他好奇地看着这片篝火，不过大家也不用担心，阿平选的地势是空旷的平原，距离山林比较远，烧这些枯草完全安全。没过多久，火堆就熄灭了，只剩下一堆焦黑的草灰。阿平似乎又听到了孩子的动静，赶紧回屋查看了一下。刚才狗子过来，或许就是在给阿平传递消息。阿平直接喝了些水龙头冰凉的泉水，随后就立马挥动锄头开始挖坑。修整好土地之后，就准备将手里剩下的种子一颗颗种下去。然而就在他忙得起劲的时候，突然不远处出现了一个令人厌恶的身影，这是阿平的丈夫。这个人自从阿平怀孕生产以来，几乎没怎么露面，也没尽过多少责任，这会儿却悄悄站在远处，神色古怪，不知道又在打什么主意。此时的阿平还没注意到她丈夫的出现，小旺也默默陪在阿平身边，寸步不离。若是阿超突然闯进来要抢孩子，相信小旺一定会第一个站出来，挡在阿平母子的面前。不一会儿，阿平已经在菜地里挖好了几个小土坑，他弯下腰开始播种蔬菜种子。几个月以后，或许就可以大丰收了。阿平现在种植的是白萝卜，家里种植的蔬菜种类越多，收获的时候也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。如果天气好了，阿平早就已经想着要领着孩子到山上去寻找东西，下山卖了挣钱。虽然孩子现在还没有满月，但阿平如今的状况也是没有办法。身为新手妈妈，她一边哺乳照看嗷嗷待哺的婴儿，一边在土地上辛勤耕耘。那双布满老茧的手，不只是照料孩子的双手，更是托起整个家庭未来的力量。一份耕耘一份收获，在山上生活只能是靠自己的努力，利用土地挣钱。平时到山上收东西，其实也是受益于大自然的馈赠。这一块地方虽然不大，好在水资源还挺丰富，相对于干旱地区来说，这也是阿平的幸运了。经过一天的劳作，阿平终于将这块地全部种完了。他用清水洗净手脚，回到屋里时，宝宝还安静地躺在吊床上酣睡。
这个新吊床似乎成了孩子最喜欢的地方，不仅睡得更安稳，也让阿平能腾出手来忙活其他事情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阿平这才意识到，宝宝从早上睡到现在还没有喂奶。他赶紧抱起孩子，宝宝也似乎闻到了熟悉的气息，把孩子抱到室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，然后轻轻地将他抱入怀中喂奶。宝宝乖巧地吮吸着，眼神里满是依赖。然后就在这时候，小院里似乎也听到了异常的情况。这不就是阿平酒鬼丈夫吗？大早上的就已经喝得摇摇晃晃，手里面提着一个袋子。想起他在阿平生产时的突然的失踪，再看看他现在的又突然出现，那么他这次来很可能是要来抢孩子。他蹲在很远的角落，偷偷地看院里的情况。他或许也是良心发现，想看看自己的孩子。孩子都快要满月了，这也是他这个做父亲的第一次过来。但怕就怕，要是真有替阿平去山里干活，难保这人不会偷偷摸进来。还好他转身离开了，但阿平心里已经敲响了警钟，母子俩的安全，从今往后他更加不能掉以轻心。此时宝宝也吃饱了，被阿平重新放回吊床上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宝宝却突然哇哇大哭。阿平赶紧上前查看，果然是宝宝尿湿了纸尿裤。他动作迅速地给宝宝更换干净的尿布，小家伙也瞬间安静下来，睁着呆萌的大眼睛看着阿平，那模样让人忍俊不禁。换好衣服后，阿平又将宝宝安顿回吊床，轻轻摇晃着。不一会儿，孩子就再次进入梦乡。忙完这一切后，阿平走出屋子，3天一次给狗子洗一次澡，也已经成了一种习惯，这样家里才更干净，宝宝生活的环境才会更卫生。也是直接用冰凉的山泉水给狗子洗，狗子蜷缩着身体或许也不太好受，但它好像都已经习惯了。阿平都可以接受这山泉水的温度，狗子估计也就更没有问题了。等小旺洗完澡，天也快黑了，阿平这才总算结束了忙碌而充实的一天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更多生活的点点滴滴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也期待阿平的生活会越来越好。